我刚听说一件事情，徐雨林昨天居然也跑去采访实验了。不是你怎么那么冷静啊？我早上去主编办公室，正好看见徐雨林也去交稿子，哎，我就寻思着，这2天也没有什么采访的任务啊，他交什么稿子呢？然后我刚才在茶水间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居然也跑去采访实验。你知道更可气的是什么吗？我不是看过你的采访提纲吗？他居然完全就是偷你的提纲呀！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？真是。石总，我是说错什么了吗？我虽然没有按照提纲一问一答的采访，但实验肯定知道是同一份提纲，还把同样的问题回答了2遍。徐雨林就是个骗子。不愧是林姐，这么厉害，都能采访到实验。是啊，林姐，你太棒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你们俩努力啊。听见没？听到。采访被截胡，提纲被偷，骑马被电。天，我到底在他面前出了多少糗？其实实验这个人挺不错的，他这个大忙人能接受2遍采访，也算对你有耐心了。说他好吧，他这人又记仇，阴晴不定，还喜欢看人出糗。说他不好吧，好像人还不错，不过采访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什么。他这个人就是奥斯卡分卡，真是看不懂这个男人。石总，市场部和财务部刚出的乐安的评估报告，目前来看提价的空间还是有的，但是您真的考虑要？不过突然间，他们到底从哪弄来这么一大笔资金呢？有利可图的事情，总会有人做的。书记，好久不见啊！去哪儿？我载你一程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哦，车里就我一个人，这车是乐之给我买。过2天我就要去明玉上班了。你这么喜欢开车，怎么不去当司机啊？哟，这谁呀？人家开那么好的车，怎么就送一辆30万的奔驰呢？还要过几天才能去上班啊？人家小舅舅一句话的事儿，怎么你还要面试好几轮才能进啊？我看你还是赶紧当你的司机去吧，别停在这哎呀。珊珊，你真是舌灿莲花，太解气了。哎呀，就他这种心理素质，还幻想着自己这辈子都坐不上的连号车，哎，太小看实验，太高看他自己了吧？让他过来吧，郑记者可能更想坐这辆车。想什么呢？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换了辆车，我这么努力，还被偷了提纲，截胡了采访。别说丧气话，就你这张倾国倾城、祸国殃民的脸，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什么倾国倾城，还是该颠就颠，该丢车里就丢车。司徒仪，我可已经帮你约着了啊。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约吗？还好以前上学的时候一起交流过谈恋爱的心得，还借给过他衣服去约会，有那么点交情。不然你可别想约到他。哦，珊珊，谢谢你，我这不是盛宴报答你了吗？
说真的，宝贝儿，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你这种表情。所以说那个实验到底什么反应啊？啊，还是说，男人都喜欢玩欲擒故纵、口嫌体正直那一套？现在重要的不是男人的套路，而是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头版。这一年来，你对头版真的是执念啊！我可不是为了抢头版，我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有升级电子刊的能力。你要做有新锐观点的，为普通金融受众发声的，跟纸刊不一样的电子刊，对吧？哇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但在外人看来，我还是在抢头版呢。其实，做副主编它不香吗？副主编也许香，但它真的不是我的目标。拥抱变化，升级电子刊才是我的职业理想。你看，我采访实验，他临时改个采访时间，我们就措手不及。但电子刊就不会这样，保持新闻的时效性，发行方式多种多样，发个链接就能分享，这已经是现在人们的新阅读习惯了。而且呈现给读者的形式也很丰富，所以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已经规划了一个专题放在电子刊上，如果能实现，那我离我的目标就又近了一步。石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快下班了还来打扰你。没关系，先喝点水吧。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？上次跟您聊完以后，我一直都在考虑您说的话，也和团队商量过了，我们都不想错过您这么好的伯乐，所以我这次来，也是想和石总您重新谈一下投资的金额。可以啊。你能这个时候来找我，我很欣慰。但陈总，请给我点时间。这个我理解，重新议价肯定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是我这边确实也有压力。很高兴你能重新考虑我的提议，我会尽快给你答复。好。如果按照你说的啊，你跟徐玉玲用的是完全一样的提纲，那胜负的确很难讲，除非你有办法能拿到新的内容。你说的对，但新的内容，我也要有本事见到他才行。找机会啊！你们俩昨天不还一起骑马来着？也算是有点私交了吧？我连他微信都没有，哪来的私交？再说他哪那么奇怪？他奇不奇怪那是重点吗？你得支棱起来呀，郑书意！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为了头版而战了，你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碾压那个渣男，以及投你采访的人而战，更是为了你心心念念的电子刊升级而战。东西给你闪送过去了，记得查收吧。谁呀？无聊的人。又有男人拜倒在你裙下啦？哎，追你的人这么多，你真的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的原则呢，是不拒绝、不解释、不挽留。况且这么初级的招数也想搞定我，太小瞧我了。什么招数？借着帮我修东西的名义，故意把东西落在我们家，以此来制造见面的机会。这么低级的套路，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玩。说起来，我也有东西落在实验那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多好的见面机会啊！喂，你好。石总，财经界的郑书一记者找您。喂，喂，石总，我好像落了枚耳环在您车上，请问您看见了吗？
没看见。这枚耳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能不能麻烦您再看一眼？有多重要啊？它比我生命还重要。它重要在于，它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，我妈妈又留给我的，它是我们家传家宝。它还是我的嫁妆，我未来在婚礼上打算带着它出嫁的。我看到它就会想到我外婆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她了。我外婆拿丝巾里3层外3层包了好多年，平时都舍不得拿出来戴的。那所以为什么这次舍得戴呀？正是因为它是如此珍贵的传家宝，才配得上我采访石总您这样的重要时刻。看见了，你的嫁妆是塑料制品啊。哦，那个，哎，我家里祖上穷，生活苦，种地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虽然它是塑料制品，但在当时已经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东西了。给他送过去。郑小姐，您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看不到它我都睡不着觉。好，那我给您送过去。不好，意思麻烦你，我自己去取吧。好。行不行啊，舒怡？去见实验居然戴了副塑料耳环。塑料怎么了？塑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塑料改善了人类的生活，凭什么看不起塑料？这都行？你都尬成这样了，实验都没挂你电话，还要给你送过来，还不是对你有意思？啊？我港云湾？这种价格的小区，不用想都知道一定是实验家的地址。他这么直接的吗？这叫对你没感觉？他怎么可能？他可是把我放在楼下就走，连饭都不跟我吃的人。你就抛了个饵，哎，他又把地址发给你了，这么急不可耐吗？他不是急不可耐的人，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男人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去啊！你干什么啊？见好就收，懂不懂？我懂，但这次不行。我有个计划要跟实验谈谈。什么计划？奶粉营养全，人生赢家就选1897，全面营养100年精研，海普诺凯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有点点微醺，有点点开心，瑞有微醺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小舅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约了关季吗？不是说了不准叫关季吗？关季说了让我叫他关季。你还没跟我说你怎么突然晚上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你如果不想看到我，就回去和你外公待着。我把我的战利品收拾一下。回你房间待着，没叫你不许出来啊。哦。
谢谢。不客气。肯定不是因为公事。说吧，你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你有3年没谈过恋爱了吧？我很忙，没时间跟你说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觉得不是正经事儿。现在不方便，以后再说。喂。你小子跳过我是吧？太反常了。哎，谈恋爱了？没喝干净。关键，喝酒啊，想什么呢？不会是想哪个女人的吧？先走了，你们玩的开心。哎，你怎么跟着一走？关键，他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还有别的事吗？石总最近是在忙乐安科技的事吗？这件事情是不是遇到了阻力啊？我同事在写猎影的稿件，我也在同步采访乐安的陈总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云创内部对于和猎影、乐安这2家公司意见可能有分歧。猎影在采访中一直明里暗里强调云创会投资他们，而乐安也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。但是上次采访您说过，更注重科技的创新和核心技术的自主权，所以您主意于乐安科技。但是云创内部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，如果关氏的资本要进入，那么他们的意见也很重要，所以这段时间你才会很忙。所以呢？最近我正好在做陈康的个人专访，所以我想以您的专访为契机，在您完成这些事情之前，做一个独家的系列专访，让几个相关对象云创啊、乐安啊，还有关氏来个联动。你喝什么？柠檬水，谢谢。
要冰吗？要死了。什么？啊，要。如果你说的都对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一定能成功？如果按照你说的，你能拿几个头版？有女人，女朋友，实验有女朋友。石总，我是不是打扰到您和您女朋友了？我的提议还请您慎重考虑。女朋友？房间里那个不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。哦，那就好。好，在哪儿？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啊。误会，比如？难道我外甥女就不会误会了吗？啊，外甥女啊，外甥女，外甥女误会那就更不好了呀。我先走了啊，您早点休息。谁来了？我怎么好像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啊？好险，差点就跟外甥女当场扯头发了。如果刚才碰见，那云创专题和电子刊升级必定是要同归于尽的呀。来了又不拿，套路还挺深。小九九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谁让你出来的？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你女朋友？嗓子疼、哑、有痰，嗓子问题，皇氏响声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小九九，我想过了，要不我还是先不去上班了吧？我去国外游学行吗？留学，你也配这2个字？其实吧，人为什么一定要做没有意义和结果的努力呢？我们全家都是精英，都在努力赚钱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有时间花钱和享受生活。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要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花钱，我可以的。高中化学就没及格过，但对化妆品成分的了解胜过化学老师。大学把你送出国，英语不怎么样，但丝毫不妨碍你打通国际航线，环游世界。所以不是没有结果，是看你想不想要那结果。我知道我做错了吗？可是小舅舅，你让我干什么，你也不能让我去上班啊！我都没为高考起过早熬过夜，难道我现在要为了几千块钱的工资朝9晚5吗？而且现在都年底了，要不过了年再说吧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小舅舅。秦时月，石家不养废人。可以呀，你这简直就是无师自通呀！果然具备成为高手的潜质。去了，哎，东西还是不拿。为了下次的碰面制造机会，高招。那你现在赶紧给他打电话吧，约下次去他家的时间，赶紧的啊！先不说了，我这边还有事儿。
搞什么手啊？我又不是故意不拿的，而且我连他号码都没有，打什么电话？专题报道也不知道有没有戏。啊！救命啊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他们都说你很难单独约出来，没想到你还是出来了。约不约得出来，得看对象是谁呀。这么晚了，这也没什么好看的了。要不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今晚夜色很美，别处也有好风景。或者说，我们先去喝一点，还是你想直接？是该换个地方。现在我确实想换个地方，不过不是跟你，是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哎。石总，我好像落了枚耳环在您车上，请问您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这枚耳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能不能麻烦您再看一眼？有多重要啊？徐雨林被主编叫到办公室了，不会真的用他的稿子吧？这该做的我都做了，不该做的可能也做了。我对我的稿子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既然进了人事，那就听天命喽。哎，去哪儿？我去洗把脸，清醒一下，回来继续探索新闻的价值。不管怎样，职业生涯还是要继续的嘛。你别提了，那个实验啊，我根本就是倒霉。那个实验根本就没说什么有用信息，说的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东西。你说他不想接受采访就直说，搞我干什么？我真服他了。泛泛而谈，明明信息量很足啊。鬼知道他怎么搞定的实验。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吧，长相确实挺不错的，加上做事确实有手段。我都采访实验了，他还能搞定唐英用他的稿子。你说他还好没烧坏，谢谢。谢谢雨林姐的夸奖。行啦，这事儿徐玉林做的确实不厚道。刚刚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给他记上一笔。绩效和年终评定都搁在后面了，以后我会杜绝这种情况的。这种偷窃别人稿件的行为，难道一个警告就行了吗？那你的意思，要我开除他？他也是被逼急了，今年还没开张呢。咱们财经新闻的圈子这么小，无论是公司辞退还是他自己辞职，业内肯定会打听原因的，他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影响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他抢我采访，我可以理解，那他偷我提纲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证明了你的提纲比他好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比他更优秀。这一次你已经赢得很漂亮了。对于一个记者来说，最大的惩罚
就是业务能力的碾压。我想他这一次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。舒怡，你在这个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所以当初是实验选了我的采访提纲，对吗？是的，实验还是挺有原则的。这次也是，既没打财经界的脸，接受了徐雨林的采访，也给了你足够信息。总之，谁也没损失。你看看人家这情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你也是明白的，无论云创还是实验，是先选择了财经界，才从你们两人之间2选1的。妮姐，我明白你意思。我所有的成绩都依托于咱们杂志社这个业内数1数2的平台，所以我更想写好每一篇稿子，捍卫财经界的荣誉。你这么漂亮又聪明的人，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生气上了。谢谢主编夸奖。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人，现在要去采访。喂，没忙什么，刚才跟一个下属谈心。像我年轻的时候，内心有坚持。啊，人事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过来实习没问题，但能否录取得靠他自己。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更适合搞科研，不适合创业，但我的导师却一直鼓励我要学以致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国家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，所以我一定要试一试。以前的芯片领域，大家都还是在用传统技术做国产替代，那么我认为，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寻求一些新的东西，即便会有一些风险，但一旦做成了，它一定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模仿别人的成果。听完您的经历，觉得您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一直走得非常坚定。那您是否有过动摇或者彷徨的时候呢？坦白讲，进入这个领域研究这项技术的初心是为了服务社会，但最近我突然意识到，乐安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如果我还是一味的只考虑研究层面的事情，不顾团队成员的感受和想法，反而是我有些自私了。乐安它不只是我一个人的，它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血，所以如果你问我是否彷徨和动摇过，那么当下就是我最彷徨和动摇的时刻。陈总，虽然我们面临的事情不一样，但我很理解您。有些事可能一开始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困难，后来有人一起坚持了，也并不轻松。但这个时代，有职业理想并实践，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我相信，有些事只要坚持下去，是有无限可能的。太阳照射出第一道光，你是否和我一样渴望？渴望着创造辉煌，哪怕遍体鳞伤。在我的赛场，世界为我鼓掌。对你的承诺绝不变凉，依然滚烫。哇！好吃好吃，真好吃！小舅舅，你这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魅力无人能挡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，吃饱了好上路。上路？上什么路啊？小舅舅，我突然想起我约的人，我先走了，你慢慢吃啊。秦时月，你前脚赶出这个门，后脚我就把你的卡停掉。卡停了也无所谓，大不了找外公要点。你可以找你外公要钱，但是这里你就别想再回来了。
我会换掉密码，你自己想好。小舅舅，你最好了，你最疼我，最爱我了，你不会这么对我的，对不对？爱之深，所以责之切。我才回来多久呀？你好歹给我点时间适应适应国内的生活。少给我装什么水土不服啊！你从小满世界玩，哪儿的水土都很服你。小舅舅，我好歹是名校毕业的海归，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？而且一个月就买几千块钱，这可是赔钱的买卖。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？实习生可不值这么高的价。如果不是为了赚钱，我干嘛要去工作呀？咱们家又不缺钱，我既不是问题少女，又从来不惹是生非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秦时月，工作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，更是体现一个人社会责任心和个人价值的体现。你如果什么都不缺，又有花不完的精力，你为什么不思考一下为社会和别人做些什么呢？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坐下来吃饭，吃饱了我送你过去。走吧。哎，停车。早啊，又熬夜了。哎，好消息啊！我刚听说咱们部门要来2个新的实习生。这算什么好消息？当然算了，你不想陪你实习生啊？平常那么忙，正好有个人帮你把杂事干了呀，还能减少熬夜呢。别逗了，谁给谁做杂事还不一定。知道他去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也不关我事。听说他约到了一个重要人物的专访，估计就是去做这个采访。哎，看样子下个头版他是势在必得呀。哦，那祝他好运吧。人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，虽然迟到了一会儿，但毕竟第1天上班嘛，适应适应就好了。啊，放心，我先工作了，回头再聊。这个是我们组新招的实习生，你看看。我们组暂时不需要实习生，留给别的组吧。徐玉林他们组已经有一个了，这个就是分配给你的，你带一下。一姐，我现在的工作量已经饱和了，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带新人。我就是知道你的工作量不少，才特意给你找了个帮手，帮你拍拍照，整理整理资料。咱们开诚布公的说吧，这个实习生什么来历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之所以录取他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所以我必须接受喽。于公，这是我派给你的带薪任务。于私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好吧，放心吧，主编，我会好好带他的。唉，名校学费又这么高，
家里不简单，待家里不香吗？为什么偏偏要来搞新闻呢？不错啊，人很漂亮嘛。哟，这学历也更漂亮，跟咱们总编还是校友，妥妥高材生啊！你烦什么？你看看他成绩。这绩点也就勉强毕业吧。哎，履历这一栏连校园歌手大赛冠军都写进去了，可见是没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。整个大学就是混过去的，这背景妥妥20组，跑不掉的。主编对你是真好呀，这样一个烫手山芋丢给你，说不得骂不得。嗯。谢谢。怎么会有人把专访约到马场这种地方？这个爱马人士还真不是浪得虚名。关总您好。这是您的宝马吧？真漂亮。许记者眼光不错，你要不要换身洗马服进来跑两圈？哦，不用了，您太客气了。咱们还是先采访吧。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环境不太合适，要不我请您出去喝杯咖啡吧？咖啡我这里也有，味道不错的。啊、那关总，我们开始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冠基，冠基，你快来救我！我被我小舅舅抓进监狱里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快乐了。小月啊，我劝你呢，还是既来之则安之。实验这个人这次好像是认真的，你也知道，他一旦打定主意，谁都改变不了。实验，也许关机还真是个突破口。关机，你觉得我像是跟工作这2个字有半毛钱关系的人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啊。但是就算你不工作，实验也不会让你在家里待着呀。你呀，就放平心态，就当是换个环境上网了。玩玩手机，时间很快也就过去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不想在这里虚度青春。小月公主啊，你还是认清事实，放弃幻想吧。不过我呢，看你可怜，赠你一言。你既然没有办法搞定实验，不如从别处下手。好了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！搞不定实验，我还搞不定这个爱马人士吗？难道只有郑书意有这些手段？那关总，我们继续。好。业内人士呢都盛赞关总年轻有为，听说你也马上就要接掌关事了，想必后面会有很多大动作。那不知能否透露一些？关事还是会保持既定产业格局的基础上，再做一些创新吧。关总果然是眼光独到。那接下来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引进更多的人才呢？其实任何企业的竞争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人才的竞争。关事这样的企业更是求贤若渴的。我们任何时候都会向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。谢谢关总您的分享。关总，我还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要问我要联系方式了，还一定会说是为了确认稿件。不知道方不方便留您一个联系方式？我是为了之后跟您确认稿件。
关总的马还真是马中翘楚，这么有性格。没有，他只是有一点不耐烦了。许记者，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我安排人送你回去。好，谢谢关总。果然是个只知道骑马泡妞的公子哥。如果没有你爸，你还不是什么都不是。你既然没有办法搞定实验，不如从别处下手。从别处下手？从哪儿下手啊？石总，已经打听到猎影的资金来源了，是明玉。你已经知道了？本来不知道的，现在知道了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接不接是明玉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就行。您看，您要不要给秦总续个电话，打个招呼？于情猎影帮过明玉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于理，明玉不会做亏本生意，能借这笔钱给猎影，说明这笔买卖划算。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呢？书毅，这是你们组的实习生，你们先好好熟悉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叫郑书毅，合作愉快。你好，我叫秦时月，请多指教。哎，这是你的位置，你把东西放一放，收拾一下。好的。那新来的实习生已经玩了1个多小时的手机了，我看他挺迷茫的，你多少给人安排点事干呀。迷茫？我看他玩挺开心的。舒怡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我刚来上班，什么都不懂，请你以后多多关照。哎，礼物就不用了吧？啊？未来几个月里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我现在先给你布置一下工作。啊？现在 ？Excuse me， 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都给你送礼了，怎么还给我布置工作啊？这个录音笔里面有前段时间我的一个采访录音，你听一下，把里面的问题和回答一一对应整理出来，学着写初稿吧。下班前给我。好的。哦。
思我还这么强。记笔记我还是会的，又不是英语，就是中文，大不了多听几遍。云创跟关氏的合作是不是不日就要官宣了？接下来你们是否就该涉足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了呢？你觉得关氏为什么会和云创合作？你觉得云创和关氏会做些什么？啊，小舅舅，这怎么会是采访？这不就是聊天，哪有什么一一对应问题和回答呀？2个小时啊，怎么能聊这么久呢？他平时可都是惜字如金的。喂，陈总助，帮帮我，拜托拜托。好，收到了，秦小姐，我尽量抽空帮你整理好。那你尽快啊，我下班之前要交稿的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再有下次，你就来跟陈胜做同事。整个合同按照流程正常。石总，您稍等，石总，您不能进去，石总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不请自来。石总，好久不见了，突然过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先跟陈总聊完，待会儿咱们再聊。在商言商，我来不是阻止二位谈判的，但是陈总，我还是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，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失掉初心和断送乐安光明的未来。石总，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但这笔钱对我们太重要了。石总，这笔资金的来源你也是知道的。陈康，你知不知道明玉给猎影的这笔钱的利息是多少？比正常利率高了足足3个点。这意味着一旦你接受了这笔钱，你将和猎影一起背负这笔利息，你最真实的技术成果会被尽快变现，技术研发也会失去可持续性。小石总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呀。猎影和云创看中的就是乐安的技术，是想和乐安一起共同研发。乐安一旦被收购，你将失去话语权，你的团队会和猎影一起共同背负这笔高额的贷款，你和你的团队又如何潜心攻克技术难题？芯片技术是一片蓝海，希望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做错决定。石总，我们整个团队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大家期待成果的同时，也是希望能有好吃的面包。我跟您确实很谈得来，但奶粉营养全，人生赢家就选1897，全面营养100年精研，海普诺凯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有点点微醺，有点点开心，瑞有微醺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这段时间，我为乐安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。我计划了一个资金池，可以分阶段的为乐安的研发提供资金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也有信心可以持续不断的研发下去。今天我可以向你承诺，如果云创投资了乐安，那么乐安科技的独立性不变，战略不变，你对员工的承诺不变，组织框架结构也不变。总之，云创的投资不会干涉和动摇乐安的发展。希望你给团队有交代的同时，也能坚持自己创业的初心。我，沈总，你知道吸引一个投资人的先决条件吗？不是价格，不是赛道，在那之前还有一项更重要的。是什么？一个清醒的管理者。人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因素，你还没有到最后的绝境，希望你不要把自己亲手建立的一切葬送掉。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，
乐安是有无限可能的。前不久，有个记者也跟我说过这样一番话。石总，我愿意给您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也许乐安还会有别的选择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感谢烈影的慷慨，我想我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再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，实在抱歉。完了，我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稿子。舒一姐，舒一姐，舒一姐，什么人啊这是？再有下次，你就来跟陈胜做同事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程贝尔，今天咱们新来的实习生，以后大家多多照顾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真是个很爱干净的女孩子，只是不太爱工作而已。舒逸，你那位实习生呢？怎么不来跟大家认识一下？下班了。这么早啊？下班时间到了，自然就下班了。贝尔，走吧，咱们继续工作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等会儿我收拾一下，谢阳，我等你。来，我打听过了啊，这个陈贝尔啊，是国内 top 万传媒类院校毕业的，专业类成绩第一，连续3年国奖，金融学双学位，论文还得过奖。跟你那个20足一比啊，我一点都没有不平衡。他家里也都是搞金融的，姑妈好像还是名誉的高管。哎呀，这个实习生背景这么牛，人还挺努力，实习第1天就加班。哎呀，搞得我压力好大呀。只要我不去对比，就不会有伤害。来，多吃点肉，增加蛋白质。好。还有这个，这你喜欢吃的。多吃点啊。外公你都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今天简直辛苦死了，是吗？差一点就累死了。爸，我回来了，快吃吧。哎。连个快累死的人，吃饭也能吃得这么起劲。外公，你看呐，我工作一天那么辛苦，小舅舅还要给我脸色看，现在还不让我吃饭，你说我是不是他亲外甥女啊？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干什么？别把在公司咄咄逼人那套带回家，对自己的亲外甥女。还是外公疼我，舅舅可能不是亲舅舅，但外公一定是亲外公。对了，石岩，我正要问你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安排小月去做什么记者呀？
他现在毕业了，也应该去上班了，别的他也做不了，所以还是关叔叔托朋友，先让他在杂志社实习一段时间。今天班上的怎么样？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2个多小时的录音让我打下来，我又不是打资源。那个采访我一听，什么采访啊，就是闲聊。让你打字？嗯，你们领导是谁呀？姓郑，是个女的。郑书意。对，就是她。给你安排工作，你就好好做。既然人家是你领导，你就谦虚一点，好好跟着人家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可人家愿意教我吗？怎么说呀？我想着，不懂就问，总不会错吧？可今天我好几次想请教他，他连眼都不抬一下，完全无视我。我以为他工作忙，就想着下班再请教他。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我都要走了，他都没有看我一眼。这样欺负职场新人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吃饭吧。小舅舅到底有没有接收到我的卖惨电波呀？往里，坐。坐。这位是关氏资本的关总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。关总好，关总好。大家认识一下啊。看关总喝一个。来，关总。关总，加个微信吧，以后一起出来玩呀。对呀，加一个呗。我说你怎么半天不出来？车上等你半天了。对不起，宝贝儿，我得先走了。看我太受欢迎，不开心了？我只是太了解被不来电的人缠住的感觉，所以才让你出手帮你解围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来电？那是我多管闲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你还有那么多来电的女伴呢，不麻烦。我只有你一个女伴。嗓子疼、哑、有痰，嗓子问题，皇氏响声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搞定。稿子我和总编都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已经发给实验了，等他回复。写得不错。谢谢主编和总编。要是能加到实验微信就好，也不知道专题的事行还是不行。如果能直接问问他就好。啊，喝茶。听说你周末去骑马了，还带了个女孩子。
老关说你很久没去了，最近工作很忙吗？在忙乐安科技的事情。我有所耳闻。肖明也在忙猎影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吃饭前刚从乐安科技回来，明玉的效率确实很高。我下午过去的时候，猎影已经过去聊了。需要找你姐夫聊聊吗？本来今天他也要回来吃饭的，但临时去处理猎影的事情了。在商言商，猎影给的这笔利息确实吸引人，姐夫做的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理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乐安科技被猎影这个收购资金所吸引，那我也要重新评估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我想长期合作的公司了。明玉从建立到现在已经23年了，你的这些叔叔们当年也是很有商业头脑和手段的，他们也很重情重义，陪着明玉经历了大风大浪。有的时候，他们的想法你也得听听。你现在这个阶段，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强大自己。就算他们的想法跟你不同，不能成为你事业上的助力，但你也不应该让他们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阻力。我知道了，爸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谢谢爸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好。郁教授，过2天有时间吗？过2天我要去攀岩，要不要一起放松一下？攀岩？你确定只是放松？地址发给我。没问题。稿子那么快就通过啦？不是昨天晚上才发过去的吗？总编和主编昨晚就给回复了，他们都很满意，已经发给云创了。小舅舅啊，证明你是我亲舅舅的时候到了。早啊，雪。早。甜甜姐，你帮我看一下这双鞋行不行？好。就这个怎么处理啊？小月，早餐不要吃这么着急，容易消化不良。哦，还有这个。怎么样，明玉对你的稿子是不是赞赏有加啊？为什么不通过？这也没写什么问题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旧爱如山啊！
舒毅，你们组这周的选题就先不用报了，先把实验的稿子搞定。雨林，你之前不是采访过关静吗？做好准备，随时顶上。好的，主编。舒毅，我看你最近这气色也不太好，身体是个没有赚钱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行了，散会。舒毅，你留一下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在你们采访的时候有什么不愉快的呀？不应该啊，不愉快的应该是我吧？起码被颠得半死的也是我，他有什么好不愉快的？那是什么情况啊？到现在一条明确的修改意见都没有。你跟云创那边好好沟通一下，让他们给一些明确的意见，尽快改好。我知道了。毕竟实验也是第一次接受采访，我们对他也不够了解，也许他有自己的要求啊。你还是要尽量想办法让他满意。很快就要到截稿日期了，实在不行，你给他发个微信，说几句好话，问问实验本人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了？这可不像你。我怎么可能不好意思呢？我没他微信。不早说。这是实验的手机号，我发给你，你去问问他，好好跟人家说。嗯，看一下啊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？就算我得罪了他，工作是工作，不至于这么小心眼吧？上来呀！没想到，石总还挺擅长攀岩。走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您的母公司打擂台？不完全是。明玉一旦把这笔资金借给猎影，那无论猎影是否收购乐安，都要连本带息的还给明玉。原则上，云创和猎影的竞争是不会损害母公司的利益的。从长远来看，云创投资乐安，明玉也是获利的。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联系到 Bruce？ 是的，我查过他的资料，你们曾经是校友，也是同事，所以这个忙还请你务必帮我。其实想要联系到他并不难，但是想让他加入乐安还是有一定难度。据我所知，之前有很多国内外的公司都开出了很高的条件来邀请他，但都没能真正打动 Bruce。他一直都觉得在学校的研究室里，可以让他更专注，也能获得更多的灵感。所以，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我的建议是，不妨考虑一下别的专家。毫米波通信这方面，布鲁斯教授是非常有权威的。现在乐安所面临的问题，如果他解决不了，那别人也很难解决。而且突破这个技术难题意义重大，这不仅是商业层面的考虑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尽力一试。敏感于心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。好。要不要再比一次，看谁先到顶点？可以啊，我可不会让着你啊。
石总您好，我是郑书意，冒昧打扰您，想请教您一些有关此稿件的问题，盼回复，谢谢。他是静音了，还是免打扰模式？还是把我拉黑了？还是不接未知电话？几千块的手机，愣是收不到一条回信，要你有何用？陈总助，哎，请问您可以帮我跟石总说一声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些私人急事想要找他。石总在忙，等他忙完了，我先去和他说一声，再给您回复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石总，看来今天派演的效果不错。前不久，有个记者也跟我说过这样一番话。想说什么？财经界的郑记者让我跟您说一声，他私人有急事找您。私人？急事？他说他给您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我看他好像挺着急的。具体的他没说，我也不好问。要不您给他回个电话？你觉得我该打给他？那我这就去回绝他。等一下。走了，走吧。你要吃什么？走。石总说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谈私事。工作时间和场合不谈私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花样拒绝我呗。马上就要开天窗了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得赶紧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。看大学同学的群。易，你跟岳星洲分手了？当初追你追成那样的不是他吗？这女的长得一般啊，她瞎了吗？听说这个女的小舅舅好像不简单。这女的果然有点东西啊。务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吧？书意，你看看这群人扭曲的三观，你必须拿下实验堵上他们的嘴。我拿什么赌呀？人家说了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谈私事。那就打他们脸。你不是还想搞什么专题吗？于公于私，你都得赶快搞定他呀。对呀，于公，我的稿子一直都有问题，我必须拿到明确修改意见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于私，我的耳钉还在你那里，上次没拿到，我去拿个东西总没问题吧？于公于私，我郑书意都要见你。
没毛病。我把你的一些情况和想法已经跟 Bruce 说了，他同意来跟你见一面，但他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助乐安，还要看你的发挥。石岩，我还是必须要说一句，这种可能性很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好做准备，争取见面的时候说服他。那就先祝你好运了。等一下，告诉他，工作时间、工作场合，我不谈私事。哎，你吃吧，我回去了。是回来等郑记者吗？你吃吧，我回去了。是回来等郑记者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不是你说的不想在工作场合谈私事儿。这样会不会太唐突啊？他会不会一生气，更不给我过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郑书意，你不能输。管他生不生气呢，今天必须问出个具体意见来。说不出哪里不满意，那就证明你是想见我了。你故意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，让我主动来找你。第一版，溢美之词太多，
我认为一篇优秀的个人专访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公关文，行文应该更加理性、客观。记者可以有自己的喜恶，但不应该影响读者的阅读和思考。啊？你自己应该也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第2版你转换为了客观的陈述，内容也没有任何遗漏。但是由于过于在乎完成性和客观性，因此缺少相对的重点。这篇专访的重点应该是云创的未来，而不是名誉集团，更不是我的个人发展。那现在的这版呢，有什么问题？这一版你下了不少功夫，问题也改善了很多，但我认为应该留下探讨的空间。我记得那天我在车上就说到过，我认为一个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性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状况。我说出这个观点，目的是为了讨论，而不是下结论。因此，我认为你在输出官方稿件时，应该更加还原我表达的程度和最真实的态度。您说的意见我都虚心接受，这句话确实是我写的不够严谨，但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总不至于因为一个程度问题就让我全篇重写吧？稿子拖了这么久，再不交稿，杂志社就要开天窗了。我是真的很想写好这篇稿子，还请您帮助我。云创是一家非常有信誉的公司，一直以来追求的也是严谨。因为理解不同，你就把我这句话写为较为绝对性，代表我个人观点和判断的新闻。但其实我更想探讨的是这个行业的可能性，意思截然不同，产生的影响肯定会大相径庭啊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那我现在就改。你过来，不是要改稿吗？进去改。哦。这么晚去他家改稿，不太方便吧？万一再碰上他外甥女就不好了。石总，这么晚了，我去你家方便吗？都堵我家门口了，这会儿开始担心我不方便了。哎，我这不是改稿心切吗？放心，没有人可以打扰你，你一定可以改到我满意为止。还真是来改稿的。小月啊，你确定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这个礼物就算是小舅舅也难得一见。酒呢是好酒，但是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抱太大希望。如果他知道你送他这个酒是为了求他让你不要上班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要不你把这酒送我得了，别浪费了。哼，想得美！我可指望他救我于水火呢。你不帮我，就连外公也不帮我。这瓶酒现在就是我唯一的救星。
喝什么？柠檬水，谢谢。谢谢石总。记性真好。怎么了？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有啊。那是怎么了？我想喝你手里那个。谢谢。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看来这斩蓝色也没什么用。喂，我很忙，不方便。别呀，小舅舅。小三，怎么了？有人要来吗？没有。你那个外甥女是不是要回来了？你好像对我那个外甥女很感兴趣啊。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会？我都不认识她。
全面营养百年精研，海普诺卡1897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。郑书意超爱的胃口卫生巾，邀请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他说他很忙，不方便。我上次找他也是这么说的。这男人啊，哪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？除非是跟女人在一块儿。我看你小舅舅啊，肯定是金屋藏娇了。金屋藏娇？3年了，小娇娇这棵铁树终于开花了。哎，你见过那小娇娇吗？实验不让我见，我怎么可能见得到啊？难道你见过他的女朋友回家？改好了，您看看。怎么样？还啰嗦。行吧。就不信改不好。精简过了，石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说的这段话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自己想。不然我直接帮你写。行了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要修改的地方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如果您满意的话，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？更进一步。更进一步探讨专题合作的可能性。既然您对我的稿件满意，那想必对我的改稿服务也应该满意。所以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专题？我与你更进一步，那有什么好处？如果您接受我的提议，我一定好好完成这个系列的稿件，保证你满意。不过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要求。哦？我希望这些稿件可以发表在财经界的电子刊上。你们财经界的记者都这么会做生意吗？我还没有答应你的专题采访，你就在跟我提别的要求了。唉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唐突了。我应该循序渐进，做完这个专访再跟你说的。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？石总说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谈私事。对哦，他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喜欢谈私事，那私人场合和私人时间肯定也不喜欢谈公事。那，请石总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然后，能不能现在给我回一个邮件确认？
啊，按照流程，这个应该我们公司公关部来确认。明天我也会仔细再看一遍。好的，石总，明天你有任何问题尽管提，我没问题，还可以再配合修改。真的没问题了吗？真的没问题了。你大半夜来陌生男人家里面这么久，你男朋友也没问题啊？我没男朋友。我不管，我要看看那个小娇娇是谁。我小舅舅以前从来不带女朋友回家的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。搞不好小舅舅谈恋爱心情好，就不让我去上班了。奇怪，他不应该改稿改的翻天覆地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谁呀？哎，干嘛？我小舅舅不让我暴露身份。你这个官家大少爷，谁不认识你啊？我可不随便跟你扯上关系。这人是谁啊？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那个对我超有意见的领导。现在记者的门槛这么高吗？哎，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心思啊！我小舅舅可不太喜欢他，卡他的稿子卡了好几次呢。当然，主要是因为小舅舅太爱我了。双金谷营养专家，以爱为营，共成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人呢？小娇娇呢？斩男色，果然有小娇娇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回老宅吗？我来给你送酒呀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应该早点给你送过来。万一你忙起来又没时间去外公家吃饭怎么办？放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省得明天打工起不来。你现在最好有点打工人的自觉。
小九九，你怎么不留下小娇娇呀？什么小娇娇？就是刚刚跟你一起喝酒的小娇娇呀。这么晚你怎么不留下人家？是因为她长得不符合你的审美，还是她拒绝你了？还是说你太久没谈恋爱，你害怕了？实验到底行不行啊？对啊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人表白，他听完就把我轰出来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实验他是男人吗？现在我确定他是个男人，只不过是个幼稚的男人。实验幼稚？对啊，什么叫男人至死是少年啊？男人啊，口是心非起来就没有女人什么事儿。你没看过霸道总裁文吗？男人越喜欢你，哎，就越不承认；越喜欢你，就越要欺负你。实验这种就是。秦时月，你脑子里面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么晚把人家叫到家里来喝酒，喝完了又马上让人走，没有片刻温情。天哪，小舅舅，你不会是变态吧？你说的这个是变态吧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，你意会一下好吗？不然他为什么非要卡你的稿呢？因为我的稿子确实有点问题。当然这是一部分的原因，但最关键的是他想吸引你的注意，肯定对你有意思。哇，我真的很佩服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哈。这是姐通过无数次实践证明得出的结论，正所谓实践出真知。招数虽老，但有用。不过你今天怎么会突然跟他表白了呢？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为了我那篇稿子。不是你说让我……那我怎么感觉有那么点不对劲呢？孤男寡女，气氛氤氲，你还莫名其妙跟他表白了？会不会你早就不自觉的对他心动啊？你好好想想姐姐的话吧，啊！我不跟你扯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其实我觉得他也对你有意思，如果你们俩都有意思的话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趁热打铁。走了，拜拜。饭菜吃完别浪费啊。谈恋爱这种事情，你得学学关系，别那么不解风情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人家，你得主动一点儿，把人家叫到家里来，你就应该趁热打铁。哼，我看你还有时间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说明杂志社的工作的确很轻松。要不这样，你直接来云创做事，省得虚度时间。不了不了，小舅舅你早点休息吧。在杂志社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，我今天8点多才下班呢，忙了一天，可认真可辛苦了，我也得回去洗洗睡了。少在我这儿卖惨，没用。还有，省省你买酒的钱。
时也没说不让我追啊，那不就是默许了？那还等什么？是多怕别人搜到你的微信啊，石总。我到家啦，石总，你休息了吗？我想你一定很忙，你只要看上一条的前3个字就好了。网上的段子要能表心意，又不会太肉麻，刚刚好。今日阴转小雨5到12度，明日阴转多云3到10度。近日仍有降雨天气，适逢工作日，提醒您合理安排交通出行，注意保暖。小舅舅，谈恋爱这种事你得学学关系，别那么不解风情。如果真的喜欢人家，你得主动一点儿。都把人叫到家里来了，就应该趁热打铁。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。退订？是你有毒吧？石总，刚才乐安科技那边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我们的资金池计划他们已经看过了。陈总那边表示，虽然资金池对于他们未来的技术研发有一定的保障，但是现阶段相对于猎影的收购价还是有不小的差距，所以他们很关心您上次提到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。石总，我们上次的报价已经是我们能给到的最高的价格了，虽然有涨幅，但肯定比不上收购价格。僵持在这儿，会不会迟则生变？我知道了，先去忙吧。有空吗？见面聊聊。舒怡姐，走，走啊，石原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口红好好看呀。送你了。啊？我。果然不是，他好像平时确实从来不用那种色号。哎，这李书怡好像又被临床那边卡了好几次稿子，他好像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。你又知道他不是得罪人了？碰到卡稿又不给意见的客户，真是太惨了。这么说来，舅舅可能确实是亲舅舅。但甄书意应该就不是小娇娇了，谁会忍心故意让自己的小娇娇受苦啊？那还是人吗？不过，我小舅舅可能就好这口。
感觉他是能干得出这种事儿的人。郑书意啊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卷呀？好歹让我们喘口气儿吧。拿下官氏是明玉云创关键的一步。官氏在这个节点请玉游回来，石燕又去了他的欢迎晚宴，这就开始选择下一个选题了，还让不让人活啊？怎么那个实验彻底搞定了？基本上吧。玉游的专业意见对官氏的决定应该很重要，跟他聊一聊，肯定能得到不少线索。其实实验想干什么不难猜，但关键是他每一步到底怎么走，读者一定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可以啊，全是实话。上次攀岩，这次射击，你可真不像个大学教授。那你也不像个富二代啊。其实 Bruce 也有些与众不同的。怎么说？国内的市场很广阔，你给 Bruce 开出的条件又非常吸引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 Bruce 跟我一样，喜欢刺激、冒险和挑战，所以待遇跟条件并不是他首要选择的因素，所以不能用固定思维来猜测或者是判断他。下周他就要来了，想好怎么说服他了吗？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和你都喜欢做一些有趣又有挑战的事情，其实 Bruce 也一样，有趣、挑战，缺一不可。那你是又为什么愿意回国？其实国内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好，而且还可以认识像你和关季这样的朋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个人就很有趣，做的事情也很有挑战。明明可以接手明运集团让大家都开心，但你却选择自己创业搞原创，跟你一起共事，难道还不够有趣吗？原来我这么让人讨厌啊！不过我认为，既然我能把你吸引回国，那一定也能把 Bruce 吸引来。而且我有这个自信，陈康身上的精神是能打动 Bruce 的。抱歉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玉教授，我是郑书意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郑记者，我当然记得。是这样的，上次时间仓促，没能跟您好好聊聊。我想约您下周的时间，想请教您一些专业上的问题。好啊，当然可以。那我看一下时间，晚点回复你。好的，那太感谢了。好。我可以追你吗？走，再来一局。主编，我采访关季的稿子已经最终校对过了，随时可以排版下场。主编，主编，石总已经口头说过了，云创很快就会正式回复，这版稿子应该没问题了。书意，我们知道这次你也不容易，但做事还是要顾全大局的。这口头说过就能算数吗？头版内容可不是儿戏，万一出了问题，这责任可就大了。我对我的稿件有信心，而且石总也答应我，今天一定会给我邮件确认的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自信有什么用呢？万一真出了问题，你怎么负责？辞职走人吗？既然说好了是今天回复，那就等到今晚12点。
云串那边如果再没有回复，或者是没有通过，那这期的头版就上雨林的稿子。我没问题，你呢？我也没问题。刚刚你好像不在状态，不像你的水平啊。石总，江湖救急，我的稿子你昨天说过了，麻烦尽快给我确认啊。是吗？再来一句啊。郑记者，石总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，他应该在忙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实在莫能助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没通过就是没通过呗，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咱们做新闻的做事就是这么严谨，说12点就12点，少1分少1秒都不行。